空生万物，灵虚化形，降于9天。去，找到他，他自会知道如何行事。这一回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那人是闲散惯了，事情当真如此紧要，竟要迫他出手。请他帮忙，并非为了玉衡，而是另有要事相托。不过此去寻找玉衡，亦是前途未卜。姬童，你自从离开青玉坛，一直未曾好好休息过，切不可再舟车劳顿。我们先往晴川租一间有小院的房子，将你安顿好，留在晴川待我回来。你不是爱种些花草吗？不如多买些种子撒在小院里，也好打发时日。唉，如今我已老迈，不比当年，反倒要少爷，要你来照顾我了。我自小便是有你费心衣食起居，无血缘之亲，却有养育之实。百善孝为先，照顾你本是理所应当。可叹有时候为了一些事情，不得不忙碌奔走，倒叫你无法安心颐养天年啊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何必还强求什么寿数啊？我只担心啊！原来如此，待我送你一程。这又是何必？看此情形，他必是服下丹药一段时间后，才渐渐与药性相斥，以至于身体疼痛自残，也不过是个可怜之人。可怜？不，他是软弱。无法享受自身所获得的新生力量，无法忍耐和超越肉体苦痛，蜕变得更为强大。这样的软弱之物，活在世间有何意义？比蝼蚁尚且不如，叫它灰飞烟灭，岂非甚妙？即便如此，少爷有旧伤在身，妄动真气也是不好。不必担心我。你若心软，便想一想，任这妖物在山林间自生自灭，会否祸及他人性命？饶一命伤几人，届时会否追悔莫及呢？寿公，童姨，你们做什么呢？快点跟上来啊！这边来了。就此别过。别过！百里少侠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回秦川吗？你们走官道，我往雾灵山涧方向。哼，
雾灵山剑不也是通秦川？不想跟大伙儿一起走就直说嘛，还遮遮掩掩的。百里少侠，可否与你约定明日辰时在秦川门楼下会合？玉衡事关重大，在下希望能尽快启程，望少侠见谅。明日辰时，我记下了。多谢百里少侠救命之恩。贾大哥，飞鸟大侠就这么走了，也就是说，他不会和我们一起去衙门领功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们兄弟俩风风光光的把这些人给带回去，还可以让他们在县令大人面前美言几句。我这辈子还没立过这么大的功，像做梦一样。哎呦，你干嘛打我？哼，告诉你，这不是在做梦。快点把这些人带回去，吃香喝辣，少不了你的。爹，娘，娘子，小蚊子我要回来了。阿强，今天我梦到了乌蒙灵谷的家，有小蝉、三水歌、一秒歌，还有娘。幼年时的惨事，我只剩下十分模糊的记忆。那个时候，村子被毁时，所有人身体中的光亮都飞往同一方向，正像是被什么力量吸走魂魄一般，与翻云寨中情形极其相似。记不起究竟是在哪里见过玉衡的样子，却隐约觉得，如果去寻找其他碎片，或许就能渐渐想起，究竟是谁灭我家园，杀我族人。即便此生深仇难报，我也下定决心，不可再让那种邪法贻害他人。玉衡之事，若是放任不管，未来必会有弥天大祸。我无法说清楚那是什么，只是握着碎片的一瞬间，头痛欲裂，有种深深的不祥之感。此次找寻玉衡势在必行，何况若是真有起死回生之药，
金色的狐狸。小蝉也曾经很喜欢，难得有阿祥中意的猎物，且由得去。姑娘，在下唐突，实是无意中到此，并非有心窥看。窥看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所谓的淫贼吧？婆婆和我说过，人间有许多男子喜欢偷偷摸摸看女孩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。不是，在下并非。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淫贼呢，待我好好看个清楚。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张嘴，没什么不同嘛。姑娘可否先将衣服穿上？嘿，看我的定云锁！你做什么？啊！没想到真的定住了，那个店里的人没骗我呢。可惜只有一个，就这么用掉了。我已说过，绝非有意冒犯。姑娘为何还要用此手段？婆婆说，是淫贼
都不会大方承认自己是的，我怎么知道要不要相信你呢？所以啊，我决定还是要教训你一下。你的东西就归我了。我的剑不可随便拿，快放下！哎，是说我拿不动吗？放心，我力气大得很呢。总之，你快放下这把剑。这样吧，淫贼，你要是追上我，我就把它还给你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不是淫贼。哎呀，肚子饿了，得去吃饭。姑娘，听说定云锁可以把人定住半个时辰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开。等一下好了，你要快点追上来哦。姑娘留步！适才你在林间，可曾见一女子往秦川方向去？她拿走了我的剑，偏偏今日又是朔月，可恶之极！
you